皇后娘娘，除了这些物件之外，皇上还赐予皇后娘娘另外一件礼物。进来吧。皇上赐凌云彻为翊坤宫太监，即日起入仕皇后，还请娘娘欢喜笑纳。小玲子，还不赶紧给主子请安？微臣请皇后娘娘安。什么微臣，还当自己是御前侍卫呢？得自称奴才。奴才凌云彻，请皇后娘娘安。小玲子，从前你是伺候皇上的，现如今伺候皇后娘娘。皇上与皇后体同一心，你可别生了轻慢之心，一定好生伺候，尽奴才的本分。哦，娘娘，小玲子不懂规矩，劳您费心调教。这宫里的太监可不比宫女尊贵，打死也没什么的。锦中，你这话说的主心，别忘了，你也是个太监。容贝姑姑教导的是。皇后娘娘，皇上还说有日子没见您了，今晚过来与您同进晚膳，还请您早些预备着。皇后娘娘知道了。那奴才先告退了。凌云彻，娘娘，请您不要为奴才难过。若是此举能够消了皇上的心中怒火，去保全娘娘，奴才心甘情愿。奴才也请娘娘勿去为难，您就当我是这宫里的一根柱子，一个摆设，无关痛痒，不许理会。也只有这样，皇上才会满意。奴才还有一个心愿，希望娘娘从今往后，不要再为奴才做任何一件事情。若再牵连娘娘，奴才真的是万古难赦之罪，还请娘娘成全。
主儿，奴婢看见凌云彻了，他变成太监了。主儿，本宫什么都想到了，但没想到是这样的惩罚。他变成这样，只有屈辱。他是个男人啊！主儿，凌云彻现在已经不算是个男人了。他这样屈辱的活着，本宫宁可他死了。主儿，您不是铁了心要牺牲凌云彻的吗？况且景忠公公说，这是皇上的主意啊。你把凌云彻送到皇后那儿，皇后是什么表情？回皇上，奴才不敢看皇后娘娘，而且娘娘也不会当着奴才喜怒于色呀。你不敢看？皇后根本就是神色不好吧？皇后娘娘这些日子不都这样吗？何况乍然带进来个成了太监的凌云彻。至于往后，左右凌云彻是要伺候皇后娘娘的，日子久了就都明白了。皇上到底还是宽仁，没要了他的性命，已经算是便宜他了。凌云彻敢觊觎皇后娘娘，就应该让他生不如死。你似乎比朕还讨厌凌云彻。奴才对皇上是忠心，自然厌恶那些对皇上不忠之人。去翊坤宫吧。臣妾给皇上请安，皇上万安。皇后快起身。来。外头送了几幅元代王冕的梅花图，送到了如意馆。过2日啊，朕带你去瞧瞧，可好？臣妾偶感风寒，等好些了再说吧。皇后不舒服啊，那让外头的小林子进来伺候吧。小林子刚来1日，伺候的可好啊？多谢皇上。小林子是御前的人，臣妾不敢挑剔。那就是会伺候了。皇上，御膳房送晚膳过来了，送上来吧。这。皇后啊，这让御膳房的人做了几道你素日爱吃的菜，今日啊，朕留下来陪你一块用膳。多谢皇上。娘娘，皇上，皇后娘娘，御膳房今晚准备的晚膳有：池炉珍珠鸡、知鹿双寿、孤鹤祈福、奶房玉蕊羹、五珍块、虾鱼汤鸡、酿冬菇盒、荔枝猪肚，最后一道是热腾腾的猴头蘑爬鱼翅锅子，都是皇后娘娘喜欢的菜色，请皇上与皇后娘娘用膳。你们都下去吧。这。是。
皇上今儿怎么送了这些菜来啊？多是娘娘不大爱吃的，还偏说是娘娘喜欢的。皇后怎么不动筷子？是不是还要人伺候啊？小玲子，进来。奴才给皇上请安，皇上万安。小玲子，皇后平日最爱吃这几道菜了，你给皇后添上。这。皇后平日不是最爱吃这个吗？是不是伺候的人不好，败了兴致了？皇上，奴才有罪，奴才不懂得如何伺候皇后娘娘，让皇后娘娘厌烦了，请皇上赐罪。哼，你倒乖觉，但伺候的笨手笨脚的，害得皇后没胃口，自己出去领罚。这。皇后啊，你也不必为一个奴才生气。今夜就留下来陪你过夜，嗯？是。你不高兴啊？臣妾喜不自胜。那就好。转过来。转过来。朕叫你转过来。你就这么扫朕的兴吗？皇上1年3个月24天没进过翊坤宫，进了翊坤宫就是为了这个吗？朕来对你好，你不高兴吗？皇上高兴吗？让李煜来就是。朕去上朝了。恭送皇上。
所以没好睡吧？奴才请令妃娘娘安。你这声奴才，倒自称的顺溜啊！娘娘，令妃来了。给皇后。本宫不是已经取消了六宫请安的规矩吗？你来做什么？臣妾奉命协理六宫。听说皇后娘娘这儿来了新伺候的奴才，臣妾不放心，特来看看。你倒是费心。皇后，都是你害了凌云彻，你怎么把他害成了这个鬼样子？你居然有脸来跟我说这些！若不是你背后怂恿，玉妃有那么大的本事，到皇上跟前去污蔑本宫和凌云彻，如今你倒觉得自己清白无干，来向本宫兴师问罪。若不是你引得凌云彻为你动了情，他如何会背弃我？如何会引得皇上疑心和怒火，变成这个样子？我看他变成这样，我宁愿他死了。魏延婉，如果你对凌云彻还有一丝青梅竹马之情，就不要再污蔑他，也不要再利用他来对付本宫。出去。皇后娘娘，臣妾哪敢对付您呢？这天长日久的，臣妾还想好好侍奉您和皇上呢。令妃娘娘，您请吧。奴才请令妃娘娘安。你就这样待在翊坤宫，你恶不恶心？奴才受罚，不是正如娘娘所愿吗？请娘娘放心，无论奴才在哪儿，一定会好好当差的。真有这样的事儿？好多人都看见了，这宫里头都传开了。那皇后也太可怜了。谁说不是呢？皇后和凌云彻的事儿，我总是不信。皇上处罚了凌云彻，还把他送到皇后跟前伺候，这也太让人不可思议了。
以前，我总觉得自己可怜，没想到这里的人都这么可怜。我全然能明白皇上这么做的用意，可是我想不明白的，他居然真的这么做。凌云彻，不能再留在姐姐宫里，接下去的境况只会越来越糟，往后会发生什么？我想都不敢想。站住！12阿哥，跪下！这……你为什么会成了公公？为什么？明明你是侍卫，会陪我下雪，陪我摘梅花和迎春。你为什么？12阿哥，这都是奴才的错。我听说，他们都说你和我额娘，可真要是这样，你为什么还在翊坤宫当差？这是皇上的吩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都成了我不喜欢的样子？你成了公公，我阿妈也不理额娘，额娘也总是不说话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里的人都和以前不一样了呢？好了，不哭了，啊？好了。相见，难得见你来养心殿，让朕好好瞧瞧你。免礼。皇上不该如此对待皇后娘娘。你是为皇后的事才到这儿来的。皇上不该对皇后起疑心，皇上不该不分皂白严厉处置林侍卫，更不该将处置后的林侍卫送到皇后宫中服侍。这不是你该过问的事情。皇后要你不能生养，你还这般护着她。臣妾不能生养，是因为自己愿意的。皇上不愿恼臣妾，所以迁怒于皇后罢了。相见，你别仗着自己的性子胡言乱语。皇后要是知道自己身份的话，就应该亲自处死凌云彻，断了所有的谣言，也还自己清白。然后呢？皇后的清白就要建立在牺牲一个无辜之人身上，然后心安理得地陪伴在皇上身边，浑然忘却一条性命。皇后乃是中宫国母，行为若有疏失，会惹人诟病。皇上如此恼怒，说到底是为了自己颜面，还是因为在意皇后，视皇后为亲近，所以才容不得他人有敬慕之心。臣妾陪伴皇上身边之时颇多，冷眼看了良久。皇上若是与皇后娘娘彼此无情，怎会两相生疏？皇上便是在意，所以才会介怀。相见，别再说了。就算臣妾不说，皇上心里也会想。皇上对臣妾如此痴心任情，不过是因为知道，即使自己再纵情放任，
皇后娘娘也永远不会离开自己。皇后娘娘曾向臣妾提起，她也有过相知相许、相伴相惜的少年郎，便是皇上。这般的年少情深，皇上怎么还会对皇后起疑心呢？无论如何，朕是曾经拥有过一个真挚的如意，但如今，如意的心会走向一个卑微低贱的男子吗？皇上是不相信眼前的皇后了？朕目前唯一相信的是，自从朕成为95之尊之后，朕的身边所有人都变了。从前的真心真意，如今就没有了吗？皇上把凌云彻送到翊坤宫檐下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究竟想看到些什么？当局者迷，皇上是糊涂了。永基，你是怎么了？不高兴吗？我没法高兴。五哥，你越来越少到后宫了，我都见不到你了。五哥是有差事在身，这不，忙完了就来接你下学了吗？以前都是林侍卫接我下学。你这小孩子也学会唉声叹气了。五哥，宫里人都说我娘与林侍卫有私，可皇阿玛为什么还让林侍卫在额娘宫里做太监？宫里的荤话多，永基，你不该听这些话。五哥相信这些话吗？五哥从来都不信，皇娘不是这样子的人。五哥，那你常来陪我玩。好。真是有劳秦公公了，还亲自送月银过来。本应该是小的们去内务府取的。嗨，这不听说容佩姑姑身子不爽吗？我来一趟也没什么的。再者说啊，皇上最近常来翊坤宫，这不怕晚了你们的月银，万一短点什么东西呢？您瞧瞧，还是秦公公想得周到啊！哎呦，这不是凌大人吗？哦，不对，小玲子公公，好久不见呐！秦公公，我还以为这半路做太监的有什么不同呢？哎，这没什么不一样啊，都是一副奴才相啊！嘿嘿，这花儿够新鲜的呀！啊，刚去御花园采的？哟，秦公公，今儿个奴才腿乏，让小玲子替我跑趟腿，采了一些宫里供的花。哦，好差事，好差事。看来小玲子在翊坤宫混的是顺风顺水呀！哎，你瞧人那面色，跟花儿似的。小玲子，这花儿都采回来了，还不赶紧交给荣姑姑？是。秦公公。哎呦，晋中公公。晋中公公。怎么着，小玲子，见着本公公来了，转身就走啊？晋中公公，皇上是有什么吩咐吗？秦公公，刚刚是聊什么呢？嗨，没聊什么。我们这说呀，这小玲子自打进了翊坤宫，瞧这春风得意劲儿的。嗨，这不进了翊坤宫吗？见了想见的人，心里都舒坦了，可不春风得意吗？小玲子愚笨，不知道晋中公公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咱们能有什么意思？不过是替皇上叮嘱你，好好伺候皇后娘娘，把皇后娘娘伺候舒坦。这话要是皇上的意思，那就麻烦晋中公公移步到翊坤宫，当着皇后娘娘的面儿，一并传了皇上口谕。这要是您自己的意思，晋中公公，您是御前伺候的人，这宫里的规矩您都清楚。
假传皇上口谕，这个罪可不小啊！你这嘴巴倒是厉害。娘娘，凌云彻托奴婢，让奴婢不要安排他进内殿做事。凌云彻这样守着距离，实在是护着娘娘呢。他的心思本宫明白。荣培啊，你说这件事到这儿算完了吗？他都成了，他都这样了，还不算完吗？皇上深信独断，本宫真的不知道。你拿这些杭白菊，加上白芷、辛夷、苦荞麦皮，给他做个枕头吧。是，林侍卫受了这么大的屈辱，是太伤身子了。娘娘放心，一针一线，奴婢都会亲自去做。慢点，主，快！还傻站着干什么呀？出去给主倒杯水啊！哎呀，按理说应该顺顺当当的，这都生产过好几次了呀。本宫一想到凌云彻在皇后身边，就更恶心的紧。只要他能走出翊坤宫，本宫心里还会好受些。主儿，你还是在意他的。本宫这辈子能在意的人不多了。来，主儿。这便日火是好。少时见了女家爹爹，怕他什么？皇上，今天点这出墙头马上，哪是跟您看戏呀？是叫小林子跟着看你们俩演戏。皇后啊，有件事情朕得告诉你。
你宫中有人手脚不大干净，得仔细查查。皇上指的是谁呀？凌云彻在玉坤宫盗走朕的一件至宝。军中啊，奴才在。即刻起，送小林子去打扫处打扫，做最低等的洒扫太监。这么镇定啊？不向朕求情啊？臣妾求情有用吗？皇上用这个法子调走凌云彻，是觉得这场戏演得无趣了吗？你以为朕很喜欢看这场戏吗？朕是看你这几日快憋死了。朕这么做是好意。臣妾多谢皇上的好意。别杵着了，干活吧。哼。娘娘，刚煨好的栗子薯蓉羹，您尝尝。没胃口。娘娘，这些日子，内务府拨了不少宫里的人走，说是伺候娘娘不周，却又不说什么时候再拨人来。内务府不敢这么做，多半是皇上的意思。你由着他去吧。娘娘，于妃来了。姐姐，永琪和福晋带了一些府里制的点心，倒比宫中新奇一些，又不那么甜，便拿来和姐姐尝一尝。永琪有心了，吃不下，先搁着吧。姐姐，我听说凌云彻被调走了。是啊，皇上寻了个台阶把他调走了，却又给他安了个偷盗的罪名。我担心的是，皇上心底这疑云不散，这件事儿不会真的过去。那姐姐如何打算？如今皇上要看着他为奴受苦才能泄愤，能有什么打算？等过个1年半载，给他找一个偏远的行宫，离了皇上的视线，也算是能保住他一条性命吧。若真能这样，便好了。是啊，姐姐。
御花园扫完了吗？扫完了。那把这儿再扫一下，然后去慈宁宫花园扫一下。爷，是不是该吃饭了呀？扫完了再吃，扫完了再吃。这个枕头我做了有些日子了，一直也没机会带给你。一针一线都是我的针脚，再没破绽的。多谢姑姑惦记。这个天儿接连阴雨，容易受寒，还请皇后娘娘多注意身体。谢你的心意。这菊花枕是我做的，可里面的杭白菊是皇后娘娘亲自挑的。知道你在这受苦，难免心火旺。奴才受的是劳力之苦，皇后娘娘心里苦。我走了之后，皇上对皇后娘娘可好一些？面子上过得去。都是奴才的罪过。皇后娘娘从未这样想。奴才告辞。多谢姑姑。这天怎么说热就热了呢？过些日子咱们就要去圆明园避暑了，到时候可以多住一阵子。奴才见过贝勒爷。管好你的眼睛，一眼都不要多看，皇额娘和你才能平安。奴才明白了。你现在活着已是侥幸，不知哪天刀子又伸了过来。贝勒爷所言极是。我虽同情你，但也帮不上你。奴才多谢贝勒爷。太后用寿宫来报信，说是令妃平安生下了16阿哥，皇上赐名永全。令妃挺能生的，照规矩赏她。是。照旧，16阿哥送去寿康宫由太妃抚养。令妃得宠，皇上未必肯呢。15阿哥不都留下来了吗？15阿哥留在永寿宫是令妃侥幸，16阿哥还是按前头的规矩来，不然
令妃也太得意了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令妃接连生育，远胜纯惠皇贵妃当年。你这皇后膝下唯有一子，未免太寂寞了些。儿臣陪着皇额娘抄经积福，不寂寞。皇后做到你这个份儿上，也真是可怜。不过，自古哪个皇后不是熬着的？也只有孝贤皇后有福走得早，让皇帝惦记了那么些年。是啊，生与死，倒不知哪一个才算是福气了。暂且忍忍吧。皇帝这脾气，油盐不进。皇额娘，既然令妃生了16阿哥，过几日又是腊八，儿臣想在宫里给底下人分些腊八粥，以示恩典。宫外的州长也做些布施，施福于民间。历来宫里也有分腊八粥的，只是太下贱的奴才们受排挤拿不到罢了。既然要做，要不惜物力，让宫里人人都得恩典。儿臣明白。柱儿，16阿哥已经被抱去寿康宫了，您别难过。永言可以留下来，永泉为什么不可以？本宫以为皇后失宠至此，本宫生下的孩子们总能留在自己身边吧。可没想到，还是不行。再怎么失宠，她终究还是皇后。是本宫日子过得太得意了，忘了皇后还能掣肘本宫。就算她不能，还能挑唆太后。不成，本宫得要回自己的孩子。珠儿，您别急，迟早都会回到您身边的。皇上圣恩，今儿个是腊八节，今年的腊八粥啊，用的可都是好料啊，不比各宫的主呢喝的逊色，便宜咱们这些奴才了。谢皇上恩典。骑马去了？和弟兄们打猎去了，猎了一只红狐，留着给你做护手。这福晋和侧福晋都没有，就留给妾身，是不是太偏心了？你最贴心呀。这大冬天的出一身汗，水已经备好了，快洗洗歇吧。贴心。这水怎么是？自从上回木兰围场回来以后，你这腿上的病都发作多少次了？不能再洗冷水了。不要紧的，我从小洗冷水习惯了，热水不舒服，还是换冷的吧。
你说你老是这么不当回事儿，妾身得多伤心啊！怎么了？又疼了？实在不行，你就叫姜太医来请脉看看吧。没关系，我没事儿，别担心我。云角能活到现在，都是因为贝勒爷。对不住贝勒爷，没能照顾好您。云角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些年你服侍我服侍的最好，只是你一直没有一个孩子，总是遗憾。我总在想，若是我们能有个孩子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是啊，若是有个孩子，便再好不过了。怎么了？这些年，总见你有时候不大舒服。没事儿，妇人之症，不值得贝勒爷过问。妾身给您换水去了。皇上对五阿哥真是越来越重视了，前不久还封了荣郡王。皇上是器重五阿哥，不过咱们已经留着一个云角了，倒也不怕。不过主儿，您可想好，五阿哥万一有事儿，皇后还有一个亲生的12阿哥呢。若真没人选的时候，皇上会先考虑12阿哥的。本宫对付一个五阿哥已经费尽心思，还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对付12阿哥。本宫自问啊，没这个本事。母以子贵，子以母贵。皇后倒了，12阿哥自然成不了太子。最好啊，还是这个亲生儿子置他额娘于死地，才能泄了本宫这心头之恨呢。令主儿，咱们已经拖了凌云彻下水，却没能将皇后拖至死地。万一哪日皇上对皇后有所缓和，皇后缓过劲儿来反噬，您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不说，您与几位阿哥公主的平安也是难保啊。你想说什么？若凌云彻已然成为皇上对皇后最大的心结，不如我们用他再推一把皇上，让皇后彻底失去皇上的怜惜。你什么意思？凌云彻留不得。凌云彻不能就这么死了。奴才只是这么一说，您舍不得就算了。本宫没什么舍不得的。本宫是说，如果他必须死，就要死的对咱们更有利一些。奴才就是这个意思。时候不早了，奴才先回去了。哎，春蝉呢？怎么没见她在宫里头伺候？春蝉姑母死了，本宫放她出去料理后事了。奴才先行告退。主儿，回来了。奴婢给主请安。起来吧。后事都料理完了，你别伤心了，人都走了。奴婢回去后才知道，原来姑姑是贪食了有毒的野蕈才会死的。
这京城已入冬，哪里来的这些东西？此野蕈是南越来的货色，味道极鲜，却不宜多食。但姑姑贪嘴多食了些，结果眼见迷幻之象，不慎跌入湖中，淹死了。真是无奇不有啊！这东西害死人，那卖蕈菇的可下大狱了。那当然了，他还敢喊冤，说自己并不知道野蕈有毒，卖这种害人的东西，连人带货都进了大牢了。这样，春柴，你再去一趟，就说要留下害死你姑母的物证。快去。是。十二阿哥，您多吃点，用完了午膳，您还得写一个时辰的字，奴才才能送您回宫。哦，我记得额娘这时候常去花园赏花，不如咱们拐个弯去。我想见见额娘，陪她赏会儿花。奴才知道您牵挂皇后娘娘，说来都怪那小林子，要不是他犯事，皇后娘娘怎么会被牵连，害得您母子不能团聚。别提小林子，我不喜欢他。是，奴才知罪了。奴才听说那些流言传得越来越不堪入耳了，还有人说皇后娘娘和小林子私下……你胡说！我才不相信！你也不许胡说！是，奴才多嘴了，奴才知罪，奴才知罪。十二阿哥，今儿的菜还合您的口味吗？您多吃这个，这个香熏肉片是特意为您准备的，鲜甜可口，是您喜欢的口味。怎么样？是不错吧？这个季节呀，要得些香熏可不易，都是南边来的稀罕物，虽是干货，发开了炒菜一样的美味。您多吃两口。先再来点儿。这几天风沙大，御花园里又多了些落叶，这门擦完了，赶紧去打扫干净，免得脏了主子们的鞋底儿。是。啊，对了，那几株梅树底下得格外干净，这梅花将开，主子们要来赏梅的，干吧。从前都是别人折了娘娘喜欢的梅花送到宫里去。自打去年立冬，娘娘倒喜欢自己到这御花园里面折梅花送至寝宫。出来走走，心里也舒服些。娘娘最喜梅花，出来赏梅散心也好，总比闷在宫里强。是啊。与其为污言浊语所烦扰，不如与天地间清气相伴。不是有句话说“梅为天下春”吗？娘娘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前头就到御花园门口了，这个时候皇后娘娘必定在了。我自己去找额娘。你在门口守着，等我出来。不过十二阿哥，听说小林子受到责罚后，在御花园里打扫。你怎么又提他？不是说了不喜欢再听见他了吗？是，奴才是说，万一遇到小林子或者听到什么闲话，你也不要理会他。知道了。娘娘小心脚下。看着这梅花一年一年的开，日子过得可真快啊！
凌云彻，凌云彻，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快起来。是。一切可都好啊？多谢娘娘牵挂。好，一切都好。那天，奴才匆匆被调离翊坤宫，已没来得及向娘娘磕头辞行。这现如今看见娘娘一切安好，奴才安心了。凌云彻，我一直想要跟你说的是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连累了你，让你受苦了。不苦不苦，奴才一点都不苦。奴才只是希望娘娘将来的日子啊，可以平安顺遂。你我都要平安才好。是。曾经多是奴才为皇后娘娘折梅花，折枝庆功。今天，能否让奴才再为您折一枝梅花相送？好。多谢皇后娘娘。奴才听说那些流言传得越来越不堪入耳了。那些流言传得越来越不堪入耳了。奴才听说那些流言传得越来越不堪入耳了。那些流言传得越来越不堪入耳了。奴才听说那些流言传得越来越不堪入耳了。娘娘，奴才告退。你保重啊。皇上，臣妾陪您去延禧宫，顺便看看于妃姐姐缺什么。毕竟12阿哥也住那儿。还是你细心。于妃姐姐是个省事儿的。哟，永基，为何在宫中乱跑？成何体统？12阿哥。12阿哥，您别跑了！12阿哥仿佛受到惊吓，眼睛都直了。奴才请皇上啊，请令妃啊。小栗子，你是跟着12阿哥的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奴才也不知道。12阿哥本来要去御花园摘枣梅，谁知才进去就吓得大叫起来。
说皇后娘娘和小林子抱在一起，然后就发了狂似的跑。放肆！胡说什么呢？奴才不敢。永琪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不会的，十二阿哥，你可要想清楚再说呀。额娘，小林子不会的。皇上，要不要传皇后娘娘问个清楚？宠爱和被忘在心中交谈，说来你做成我的冷暖，梦断悲怆。你揽我的手，袖一件孤单，思潮对了，说永